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刀模的使用方法啊。虽然现在大部分工友用的都是那个激光切的皮兜，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工友喜欢刀模啊切出来的皮兜。刀模切出来的皮兜呢，它的边缘更加光滑啊，边缘更光滑，手感也更好，边缘不会硬啊。激光皮兜呢，边缘会很硬，因为是烧出来的。刀模切出来的，它的边缘就很光滑，整个皮兜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啊，所以这也是刀模一直存在，还有很多人坚持使用刀模的一个原因啊。那么使用方法呢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其实很简单啊。这个刀模是 GZK 啊提供的，就是我在做的啊。我的刀模就是在普通的刀模底下会垫一块2到3毫米厚的一块不锈钢的底板，这个底板呢是非常有用的，它可以支撑整个刀片啊，这个刀片不会移位啊。然后呢，在同时啊，你有了这个底板之后，你放在任何地方啊，其实就可以切皮兜了，好吧？所以这块不锈钢的底板是很有必要的。好，正常你可以直接放在地上来切啊，或者拿一个小的木块或者什么块给它垫着，这样呢，你这个手部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一些啊。这是一个好。那我们用的材料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超纤皮，或者也有人用真皮都有啊。比如说用的最多的1.8左右到2.0左右的超纤皮啊。把刀模放好啊，然后把这个皮子给它盖上去啊，盖上去。注意啊，这里有点注意啊，这个皮子它是任何皮它都是有横竖方向的啊，有的它的方向啊，这个方向你要确保它拉伸比小的这个方向拿来切啊，因为正常像这块皮，它这个方向的拉伸比就比较小，但是你换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拉伸比就很大，对吧？所以你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自己拉一下哪个方向的拉伸比小，用这个方向来切啊，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好吧？把它盖上去啊，因为前面已经切过了啊，你就把它盖上去，尽量贴近之前切过的那个区域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材料浪费比较少。好，盖好啊，盖好了。然后拿这个片片给它垫上，这个最好用的材料就是 ABS 的一个小的片片啊 ，ABS 的片片。你也可以用木块，但是木块容易碎，用其他材料太硬的话容易伤刀片。所以目前我试下来是 ABS 这个片片是最好用的啊，给它垫上。好，这样之后开始敲啊，周围都给一圈都给它敲到。好，看一下啊，好，基本上都敲好，这个都敲好了。有的可能边缘没有完全敲下来，那么你再给它补敲几下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这个把它拿开，这样就在了，对吧？然后拿一个小的钳子，直接把它取下来就好了。你看这个就很方便了，对吧？因为这里有5个孔，这个刚好就是5个孔，都切下来，这一个就好了，对吧？好，那继续切第二个。也一样，那我换个材料，有的人喜欢其他材料，我换个材料也一样哈。第二个，注意啊，你这个材料是正反面，一个光滑面，一个糙面，一个光滑面，你尽量用光滑面贴着这个刀片，这样的话呢，它这个切割的效果会好一些啊，一下子会切进去。好，给它按住，盖住，敲的时候当心自己的手啊。好，这样也敲好了，拿掉，好，这个也敲好了，是吧？好，再换一个材料啊，比如说再换一个其他材料，这里拉一下，先拉一下啊。好，这个方向拉伸，哎，这个方向拉伸小一点，那就用这个方向来切啊。
因为这个刀模是新的啊，所以刀片非常快，非常锋利，直接盖住就切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比如说你用的时间长了之后，它刀片有点钝了，那么它切的就没有那么干脆了啊。这个因为任何刀模它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，所以正常来说，这个切个几百个、1000个都是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们用的刀片相对来说质量是非常好的啊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跟你这个垫板的材料有关啊。你如果推荐我使用，我推荐的这个 ABS 板子的话，基本上非常耐用啊，这个刀片也不会磨损啊。如果你用其他的材料，还有人可能用铁板或者什么盖上去，那么就完蛋了啊，这个刀片容易崩坏啊。还有一个你要做的，比如说你切了几十个之后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清理一下这个刀模上的孔洞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免清的，那你可以把它直接戳下去啊，看到没有？它直接就从这个底下的这孔里面就出来了，那就出来了啊，这个也是。直接就从这个孔洞里面出来了，都出来好。还有的，它因为它底下孔洞没有完全到位，那你就得把它一个个给它挑出来啊。这样呢，可以增加它这个刀模的使用寿命啊。因为你如果是这个孔都塞满的话，它这个切的就没有那么快了啊，这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好，都把它清理干净啊。这个也把它戳下去。把它清理掉，啊，这个呢，你可以切个用个一段时间之后再给它清理，啊，就这样给它全部给它清理掉就可以了。然后刀模平常不用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你就把它这个板子盖上去啊，拿个胶带给它固定住。好了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放着就没问题了。啊，不要把那个刀片裸露在外，因为你刀片第一个比较锋利，第二个啊，你容易伤到啊。这个放呢，尽量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刀片不容易生锈，好吧？这个就是刀模的一个使用方式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很多形状的刀模啊，这个也是一个乐趣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